号称零后坐力的无敌100轻机枪已经迎来落幕。新加坡陆军使用科尔特公司的 6940E SG 自动步枪取代本土生产的无敌100。对于这种情况，火力军只能说有些摸不着头脑。无敌100独特的横定后座使其后坐力几乎为零，双手持枪时枪托悬空也能保证精度，甚至将枪托抵在嘴上连射，牙齿一点事儿都没有。相比之下呢，科尔特公司的 IAR 在设计上表现的中规中矩，导气式自动方式，闭膛待机，枪管不可更换。之前曾与 HK416 一起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自动步枪选型，结果以失败告终。现在经过升级后，又来到新加坡当大哥。问题来了，无敌100的横定后座是如何实现的？新加坡陆军为何使用科尔特 IAR 替代无敌100？20世纪80年代，新加坡技术动力公司研制了一款班用轻机枪，口径 5.56 毫米，重量极轻，空枪重只有 4.9 公斤，加上弹鼓后也才 6.8 公斤，相当于其他同口径机枪的空枪重量。通过独特的横定后座设计，号称零后坐力，精度也远高于 M16。使用两脚架进行有一托连发射击时，平均 2.5 发命中一次，凭借着出色性能，成为新加坡军队的制式轻机枪。该枪呢，就是无敌100，1982年投入使用，至今仍未退役。除了装备新加坡军队外，还出口到菲律宾、印尼、克罗地亚等国家。即使是对武器极为挑剔的美国特种部队都少量装备。无敌100的性能优异的原因就是横定后座设计。枪械常见的自动原理也就自由枪击式、半自由枪击式、导气式和管退式。横定后座并不是一种新的自动原理，无敌100依旧是导气式，在枪管开一个导气孔，引出部分火药燃气，推动火塞向后运动，通过附近簧完成复位。从原理上看，横定后座只是在传统导气式武器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。传统的导气式枪械，枪击后座抽出空弹壳之后，会撞击机匣尾部，随后在附近簧弹地下附近，枪击在撞击机匣时产生的后坐力就会传递到射手肩膀上。理论上来说呢，枪弹口径越大，枪击后座速度越快，撞击力度越猛，后坐力也就越大。而横定后座则改进了枪击撞到机匣的过程，它不是撞击停止，而是通过较长的附近簧完全吸收枪击的后座能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枪击在后座过程中会因为附近簧的原因逐渐减速，直到停止，之后再弹回去，不会撞击机匣。如此一来，枪械连发射击时，射手感受到的后坐力就不再是一下一下的短促撞击，而是比较软的推力，后坐力大幅度降低，射击舒适性大幅度提升，精度呢也显著提高。而且无敌100属于轻机枪，采用开膛待击设计，不追求精确的单发射击，不存在首发后座与后续不一致的问题，射击精度更好。连发模式下，无敌100对多个目标反应射击，平均8发命中一次，比 M16A1 更好。利用两脚架进行有一托连发射击时，平均 2.5 发命中一次，精度远超 M16A1。横定后座这种设计在二战就出现了，德国的 STG44 突击步枪就有类似的结构，附近簧特别长，延伸到枪托里。不过 STG44 的设计师没有注意到横定后座的特点。后来美国枪械设计师詹姆斯·沙利文，也就是约翰逊 M1941 半自动步枪的设计者，在研究 STG44 时发现了这种情况，并将其实用化。除了无敌100 AA12 霰弹枪也是类似的横定后座原理，即使发射威力很大的12号霰弹，后坐力也很小。实际使用时，新加坡军队也很满意无敌100的性能。新加坡实行男性强制服兵役制度，在部队里义务兵的比例很高，战时还有较高比例的预备役动员兵，作战能力不如职业军人。而横定后座的设计使得无敌100很容易上手，操作起来也很简单，只需要很短的时间，士兵就可以发挥较高的射击精度和战斗效能。在长时间的战斗中也更容易保存体力，很适合新兵和动员兵使用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横定后座也有一定的缺点，有所得就有所失。无敌100的这些优势是拿机匣长度和射速换来的。横定后座的设计需要一个足够长的附近簧来吸收枪击的后座能量，如此一来，机匣也必须足够长。当然，对于士兵而言，这点小缺点不值一提，但射速的问题就比较致命了。拉长枪机后座行程虽然可以减小后坐力，但是也导致射速较低。无敌100的理论射速在每分钟400发至500发。
而根据相关研究结果，班用机枪的理论射速在每分钟720发至800发才是最好的，可以高，但不能低。对于机枪而言，射速高一点无非是浪费些弹药，射速低就意味着火力压制能力不足，所以在实际作战时，无敌100会遇到一些小问题。枪械精度并不代表射击稳定性，轻机枪是两脚架支撑，用射手的双手和肩膀射击，连发射击时会因为后坐力、射手动作等原因，弹道散布会比较大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枪机在生产时就设计了一个合理的散布，为了弥补精度的问题，射手可以让机枪连发打出一个同心圆，并通过点射或者连续连射调整这个同心圆，以追求命中目标。无敌100通过恒定后座设计降低了一定的后坐力，射击时比其他轻机枪更稳，精度也更好一些。但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，恒定后座的设计导致射速较慢，对引显目标与快速机动目标的命中率较低。引显目标就是那种突然出现又快速消失的目标，机枪单发很难命中，需要连续射击，直接对目标实施火力覆盖。对快速运动目标的应对方式也是如此，一定程度上来说，射速越快越好。一般的轻机枪都是正经的撞击停止，后坐力更大，枪口的抖动程度也更大，但是它的射速足够高，射向目标的子弹相当密集。这就像火炮袭地，即使侥幸躲过了一发子弹，也很难躲避之后射来的多发子弹。二战中的 MG42 机枪就是依靠极高的射速提高杀伤概率。而无敌100的恒定后座设计使其在靶场对固定目标射击时精度相当高，但对付引显目标时就有些力不从心了。轻机枪属于不稳定的平台，枪口晃动难以避免，加上射速较低，射出子弹的间隔时间较大，火力压制能力较弱。特别是在遭遇战的作战环境中，射手需要使用最大火力压制敌人，快速打光一个弹鼓，瞄准反而是次要的。朝敌人大概位置倾泻火力，为己方部队展开争取时间是最重要的。无敌100较低的射速对敌方的压制能力较弱，这算是一个小缺陷。这也是为什么在轻机枪领域，恒定后座可以降低后坐力，射击更舒服，但也只有无敌100采用这种设计。而且现在的轻机枪降低后座的方法有很多，比如依靠各种枪口制退器与后座缓冲装置。不知道是不是以上这两种缺陷的问题，在当前的新加坡军队已经使用科尔特公司的 6940E SG 作为新的班用自动武器，取代已经服役超过40年的无敌100。从二者的性能、作战效果来看，火力军只能说科尔特 IAR 取代无敌100可以有，但是没必要。2023年5月，新加坡国防部宣布，使用科尔特 IAR 取代无敌100，将由新加坡特许生产该枪的基本结构，与 MCA1 卡宾枪相同，导气式自动方式，一膛待机，没有气体调节器，枪管不可更换。不过，针对轻机枪的用途，在枪管下方设置了大型散热装置。从科尔特 IAR 的设计来看，没有什么很新颖的地方。不过在实际使用时，科尔特 IAR 的效果还不错。相比较无敌100，科尔特 IAR 的重量更轻，空重 4.31 公斤，长度呢也更短，全长850毫米，比无敌100轻机枪短了 17%。在狭窄空间作战时更灵活，更适合城市环境中的近距离战斗。加上科尔特 IAR 较新的缘故，加装的东西更多，比如新的瞄准系统。科尔特 IAR 配备了一款红电瞄准镜串联3倍放大镜，射手可以更快地获取目标，还装备了多用途激光瞄准装置，具备4种模式：可见光、红外激光、红外照明器与白光手电筒。即使在不同的作战环境下，射手也能毫无障碍地使用。皮卡丁尼导轨更是标配，可以根据士兵自己的需求添加配件。此外，相比较无敌100，科尔特 IAR 的人体工程学也比较好。射手可以调整前握把的位置和枪托的长度，从而获得最好的射击体验。该枪的射击控制装置可以从武器两侧操作，左撇子士兵也可以无障碍使用。按照新加坡国防部的说法，装备科尔特 IAR 之后，新加坡陆军在城市作战和特殊作战任务中可以获得更好的准度、更灵活的火力支援能力。不过，让火力军来说，相比较无敌100，科尔特 IAR 的性能的确有一定的提升，但也有一定的衰减。比如最典型的后坐力，操作难度更高，与新加坡军队不是很大。虽说射速有一定的增加，但是无敌100的缺陷不是不能弥补。既然射速不高，那就多来几挺机枪，而且使用气体调节器加大枪管导气孔，无敌100的射速可以提升到每分钟600发，也不是很差。如果有需要呢，将最大射速提升到每分钟700发也不是不行，在需要火力压制时使用。科尔特 IAR 的最高射速虽然达到了每分钟1000发，
但实际作战时是有些浪费的。至于枪械上的零配件，无敌100也可以加装。在后续的升级中，无敌100也推出了加装皮卡丁尼导轨的版本，其第一个生产型为无敌100 MK2 型，为固定式枪管。但是之后很快就推出了可以快速更换枪管的 MK3 型，并改进了枪托、垃圾柄、提把和前握把等细节。新加坡生产和外售的无敌100大多是 MK3 型。在2001年，新加坡为了更接近北约的要求，研制了能通用 M16弹匣的无敌2000轻机枪。这个型号还改用了折叠式枪托，并在机匣顶部增加皮卡丁尼导轨。只可惜该枪只保留在原型阶段，没有投产。等到2005年7月，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始招标 5.56 毫米步兵自动步枪，明确要求重量不得超过 5.67 公斤，使用100发弹鼓，必要时可以使用 M16的弹匣。于是新加坡就在无敌2000的基础上改进出了新的 MK4 型，实战效果相当不错。在美军的试验中，无敌100比 M249 与 MK46 的命中率高了3倍，弹鼓供弹在实战中也更容易装填。在这次招标中，科尔特 IAR、HK416、FN IAR 也参与了。可惜的是，科尔特 IAR 与无敌100都输给了 HK416。美国海军陆战队选择了 HK416，也就是 M27 IAR。不过在对比测试期间，试验人员与美国的枪械评论家都很看好无敌100，认为该枪很适合特种部队和警察使用，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所需要的 5.56 毫米步兵自动步枪。接触过无敌100的陆战队员都希望美国国防部可以让他们装备一些，后续美军特种部队装备无敌100大概率就是从这儿开始的。之后的无敌100 MK5 型则是 MK4 的折叠版，加装了多段战术导轨，并且完全对应 STAN AG 弹匣。总的来说，科尔特 IAR 的性能也不错，拿来替代无敌100也不是不行。但问题在于，相比较无敌100，科尔特 IAR 并没有质的变化，只是在性能上做了一定的取舍。为了提高射速，取消恒定后座的设计，顺带减轻枪械长度、重量，但后坐力有所提升。以当前的水平对无敌100进行升级，将其升级到与科尔特 IAR 相同的水平也不是不行。而通过皮卡丁尼导轨，无敌100也可以加装各种瞄准装置。经过升级之后，无敌100还能再战40年。所以就火力军而言，科尔特 IAR 取代无敌100的确可以，但是没必要。毕竟作为本土生产的枪械，怎样升级都可以，加上生产线的优势，价格也相对更低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科尔特 IAR 取代无敌100是好还是坏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